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？身边很多老人年轻的时候拼命为儿女付出，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孩子买房、结婚、带孩子。到了晚年，却发现自己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。不是说儿女不孝顺，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压力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要顾。你把所有的安全感都压在儿女身上，就等于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别人手里。这不是爱，这是一场豪赌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，真正稳固的晚年到底靠什么来兜底？先说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邻居王阿姨今年68岁，3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。年轻的时候，她和老伴省吃俭用，把3套房子分别给了3个孩子。当时她想的是，我把一切都给了你们，你们以后肯定会孝顺我。结果呢，老伴5年前走了，她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，3个孩子1年回来1、2次，平时打个电话都要她主动。不是孩子们不孝顺，大儿子在北京，房贷、车贷、孩子补习班，压得喘不过气；二女儿在上海，婆媳关系紧张，自顾不暇。小儿子倒是离得近一些，但媳妇不太乐意他常去。王阿姨有一次生病住院，打电话给3个孩子，大儿子说请不了假，二女儿说机票太贵，最后是小儿子媳妇不情不愿地来照顾了几天。王阿姨躺在病床上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她不是怪孩子们，她是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。她说了一句话，让我印象特别深。我以为把一切都给了他们，他们就是我的依靠。现在才明白，我连依靠自己的资本都没有了。这个故事不是个例，你去任何一个社区，任何一个养老院看看，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。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出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上。我们从小被教育养儿防老这4个字深入骨髓，让很多人把一辈子的安全感都寄托在了儿女身上。但时代变了，社会结构变了，家庭模式变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光是养活自己的小家庭，就已经耗尽了全部精力。你指望他们像过去那样，一大家子住在一起，天天围在你身边伺候你，这不现实。我不是说儿女不重要，也不是说亲情没有价值，我是说你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儿女的孝顺是锦上添花，但你的晚年不能只靠锦上添花来支撑。你需要的是兜底的东西，是那些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能让你有尊严、有底气的活着的东西。那到底是哪4样东西呢？第一样，手里有钱。这话听起来俗，但你仔细想想，人到晚年最大的底气是什么？不是儿女多孝顺，不是亲戚多热情，而是你银行卡里的数字。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这句话在晚年体现得尤为明显。你有钱，生病了可以住好一点的医院，请好一点的护工。你有钱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去哪里去哪里。你有钱，儿女不用为了你的医药费吵架，不用为了谁出多少钱闹矛盾。你有钱，你就有选择权，你就有话语权，你就有尊严。我见过太多老人因为没有钱，在儿女家看人脸色过日子，想买点东西要开口跟儿女要，想出去走走怕花钱不敢，生病了怕给儿女添负担，硬扛着不去医院。这样的晚年有什么幸福可言？你可能会说，我把钱都给了孩子，孩子以后会给我花的，醒醒吧。钱在你自己口袋里，和钱在别人口袋里，那是两码事。哪怕那个人是你的亲生儿女，也是两码事。有一个老太太，退休工资不高，每个月3000多块，但她从来不把钱给儿女，也从来不指望儿女给她钱。她每个月存一部分，留一部分花，几十年下来，她有自己的存款，有自己的生活。儿女们反而特别尊重她，因为她不需要依赖任何人。
他过年给孙子孙女发红包，儿女们高高兴兴，他想去旅游，自己报个老年团就去了。他生病住院，自己先垫着，儿女们主动抢着要报销。你看，当你自己有钱的时候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所以我给所有中年人、即将步入老年的人一个建议，不管你有多爱你的孩子，一定要给自己留足养老钱。这不是自私，这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儿女负责。你有钱，你就不会成为儿女的负担。你有钱，你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就是纯粹的亲情，而不是带着金钱纠葛的债务关系。第二样，身体健康。你可能觉得这是老生常谈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身体健康对于晚年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你想想看，一个身体健康的老人和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，他们的晚年质量是天壤之别。身体健康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能自己照顾自己，不用依赖别人，意味着你能出门走走，去公园下棋，去菜市场买菜，去老朋友家串门，意味着你还能享受生活，而不是被困在一张床上，一间屋子里，等着别人来伺候你。我爸有个老同事，70多岁了，身体特别好，每天早上5点起来打太极，然后去早市买菜，回来给老伴做早饭，下午和一帮老朋友打打牌，晚上散散步。他的几个孩子都不在身边，但他一点都不觉得孤单，因为他有精力去社交，有体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他说了一句话特别有道理，只要我还能自己动，我就是自由的。反过来，你看那些身体不好的老人，日子有多难。我认识一个老大爷，65岁中风了，半边身子不能动，3个儿子轮流照顾，每家1个月，听起来不错对吧？但实际情况是，每到换家的时候，3个儿媳妇就开始推来推去。老大爷每到一家都小心翼翼，生怕多喝了一口水，多上了一次厕所，给人添麻烦。他跟我说，活着还不如死了。你听听这话，多让人心酸。他不是没有儿女，他是失去了健康，失去了自理能力，连带着失去了尊严。所以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好好保养你的身体。少熬夜，少喝酒，少吃垃圾食品，多运动，多体检，多关注自己的身体信号。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拼命赚钱，透支身体，觉得等退休了再养。告诉你，身体这个东西不是你想养就能养回来的，很多损伤是不可逆的。你现在不把身体当回事，将来身体就不会把你当回事。有人说，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，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生病？没错，谁都不能保证，但你可以降低生病的概率，可以延缓衰老的速度，可以让自己在70、80岁的时候还能生活自理，还能自己做主。这就是你最大的资本。健康的身体不仅是你自己的福气，也是你儿女的福气。你健健康康的，儿女不用操心，不用花钱，不用请假，不用争吵，大家都轻松，大家都自在。第三样，自己的房子。你可能会说，我有房子啊，不过给了孩子了。那我告诉你，给了孩子的房子就不是你的房子了。你的房子是写着你名字的，你能随时住的，任何人赶不走你的那个地方。这个东西有多重要？它是你的退路，是你的根据地，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庇护所。我听过一个特别扎心的故事，有个老太太把自己的房子过户给了儿子，然后去儿子家住。刚开始还好，住了2年，儿媳妇开始不满意了，嫌他做饭不好吃，嫌他看电视声音大，嫌他卫生习惯不好。老太太忍气吞声，想着反正也没地方去了。后来有一天，儿媳妇跟儿子吵架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你妈要是不走，我就走。老太太听到了，当天晚上就收拾东西出了门。她去了哪里呢？她去了养老院。用什么钱呢？用她每个月那点退休金。那个房子
那个本来属于他的房子，他再也回不去了。你说这是儿子不孝，不完全是，是人性。人性就是这样，当一样东西已经属于我了，我就不觉得有义务让你继续享用。房子过户了，法律上就是人家的了，你住在人家的房子里，你就是寄人篱下，哪怕那个人是你的亲生儿子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给自己留一套房子，哪怕是小的，哪怕是旧的，只要是你自己的，你就有家可回。你和儿女相处得好，你可以去他们那里住，相处得不好，你回自己家，关上门，谁也管不着。这种底气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。有人说，我把房子给孩子是为了帮他们减轻压力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你想过没有，你把房子给了孩子，万一将来你无处可去呢？你帮他们减轻了压力，谁来帮你减轻压力？你可以帮他们付首付，可以借钱给他们，但你自己住的那套房子千万不能动，这是你的底线，也是你的底牌。手里有房，心里不慌。第4样，稳定的社交圈子。这一点很多人忽略了，但其实它对晚年生活的影响非常大。人是社会动物，需要交流，需要陪伴，需要存在感。你退休了，不上班了，如果再没有朋友，没有圈子，你的世界就只剩下那个小家。万一老伴走了呢？万一儿女不在身边呢？你就真的成了孤岛。你去看那些晚年过得好的老人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有自己的社交圈子，可能是一起跳广场舞的伙伴，可能是一起下棋的棋友，可能是一起旅游的驴友，可能是一起上老年大学的同学。这些人不是你的亲人，但他们填充了你生活中的空白，让你觉得自己不是孤零零一个人。我妈有个邻居张奶奶，老伴走了10多年了，儿子在国外，按理说她应该是最孤独的那种老人，但你去看她，每天乐呵呵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有自己的圈子。她参加了社区的合唱团，每周排练2次。她报了老年大学的书法班，认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她和楼下几个老太太组了个买菜小分队，每天轮流去菜市场，顺便帮对方带东西。她的生活丰富多彩，根本不需要依赖儿子。她儿子每次打电话，她都说，你忙你的，我好着呢。相反，那些把全部感情都寄托在儿女身上的老人，往往最容易陷入孤独和抑郁，因为儿女有自己的生活，不可能时时刻刻陪着你。你如果没有其他的情感出口，所有的期待都压在儿女身上，你就会觉得他们不够关心你，不够在乎你，然后你开始抱怨，开始生气，开始用各种方式去索取关注。这种做法不仅让你自己不开心，也让儿女压力很大，最终影响亲子关系。所以，在你还有精力的时候，一定要经营自己的社交圈子，培养1-2个兴趣爱好，加入一些社区活动，主动去认识一些同龄人。不要觉得这些是浪费时间，这些才是你晚年最重要的精神支柱。人最怕的不是身体上的病痛，而是精神上的孤独。孤独会让你觉得活着没意思，会让你加速衰老，会让你丧失对生活的热情。而一个丰富的社交圈子，能让你始终保持活力，保持对生活的兴趣。说完这4样东西，我想再深入聊聊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把安全感寄托在儿女身上？根源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。中国人讲究家族观念，讲究孝道，讲究代际传承。我们从小被教育，父母养育之恩大于天，长大了要回报父母。这种观念本身没有错，但如果你把它当成一种交易，我养了你，你就必须养我，那就出问题了。因为交易是有条件的，一旦条件不满足，交易就破裂了。现实是什么？现实是很多年轻人确实有心无力，他们不是不想孝顺，而是他们自己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，996的工作，高额的房贷，孩子的教育费用，加上自己小家庭的各种开销，
你让他们每个月再拿出一大笔钱给你，或者每周都来看你，或者放弃自己的生活来照顾你，这公平吗？这现实吗？我不是替不孝的儿女说话，那些有能力却不愿意尽孝的人确实应该受到谴责。但我想说的是，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不如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。你靠自己，不管外界怎么变化，你都有退路。你靠别人，一旦别人靠不住了，你就完了。还有一个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事实，儿女对你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配偶。你的儿子可能很孝顺，但他的媳妇不一定愿意伺候你。你的女儿可能很贴心，但她的丈夫不一定欢迎你住到他们家。这就是现实，你改变不了别人，你只能改变自己的策略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那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，难道就指望不上了吗？我要说的是，你可以指望，但不能只指望。儿女是你晚年的加分项，但不是你的全部。你自己要有基本盘，儿女的孝顺是在基本盘之上的额外收获。这样你既不会对儿女有过高的期望，也不会在期望落空的时候万念俱灰。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有一对老夫妻退休之后做了一个决定，把大房子卖了，换了一套小一点的，多出来的钱存起来养老。然后他们列了一个清单，每个月的固定开销是多少，医疗备用金留多少，旅游基金留多少。他们每年给自己安排2次旅行，平时在社区参加各种活动，儿女们逢年过节回来看看他们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儿女从来不用担心他们的生活，他们也从来不用看儿女的脸色。这种关系多好，既有亲情的温暖，又有各自的尊严。对比另外一对老夫妻，把所有积蓄都给了儿子买房结婚，自己1分钱没留。结果老头子生了一场大病，需要手术费10几万，儿子拿不出来，因为刚买了房正在还贷，老两口只好找亲戚借钱，借了一圈，受了多少白眼，吃了多少闭门羹。后来手术做了，但老两口的心寒了。他们不怪儿子，但他们恨自己当初太傻，把自己的后路全断了。这2个故事放在一起，你就能看出差距了。同样是有儿有女的老人，一个活得有尊严，一个活得很卑微。区别在哪里？不在于儿女孝不孝顺，而在于你自己有没有给自己留后路。现在我想把这4样东西再总结一下，帮你理清思路。第一，手里有钱，这是物质基础，是你晚年生活质量的保障。不要把所有的钱都给儿女，一定要给自己留够。留多少？至少要够你生活10到20年的，包括日常开销、医疗费用、应急储备。这笔钱放在安全的地方，谁来要都不给。第二，身体健康，这是一切的前提。没有健康的身体，你有再多的钱也享受不了。从现在开始，重视体检，重视锻炼，重视饮食，每年做1次全面体检，有问题早发现早治疗。每天保持适量运动，不需要多剧烈，散步、打太极、跳广场舞都行。饮食清淡均衡，少油少盐少糖，这些都是老生常谈，但真正做到的人很少。第三，自己的房子，这是你的退路和根基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可以住。这套房子写你的名字，不要过户给任何人。你可以在遗嘱里写明将来留给谁，但在你活着的时候，它就是你的。第四，稳定的社交圈子，这是你的精神支柱。有朋友，有活动，有兴趣爱好，你的生活就不会空虚，你的精神就不会萎靡。人到老年最怕孤独，而对抗孤独最好的方法，就是让自己融入群体。这4样东西缺一不可，它们共同构成了你晚年的安全网。有了这张网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你都不会跌到底。儿女孝顺，那是福上加福。儿女不在身边，
你自己也能过得很好，这才是真正的安全感。最后我想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把安全感寄托在别人身上，本质上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行为。你不想为自己的未来负责，所以你把这个责任推给了儿女。但问题是，你的人生终究是你自己的。你的晚年好不好，首先取决于你自己做了什么准备，而不是别人愿不愿意帮你。爱孩子没有错，但爱自己也不是罪过。你给自己留后路，不是对孩子的不信任，而是对自己的负责任。一个有准备的老人，一个有底气的老人，一个不依赖任何人的老人，反而更容易赢得儿女的尊重。因为你用行动告诉了他们，我不需要你们来养，我自己能行。这种姿态比任何道德绑架都管用。你可能觉得现在还早，不用着急考虑这些事情，但我告诉你，越早准备越好。很多事情等到你真的老了再做，就来不及了。存钱要趁早，养身体要趁早，买房子不能等到没有收入了再买，交朋友也不能等到退休了才开始。这些都需要时间的积累，需要长期的经营。你40、50岁开始准备，到60、70岁就有了丰厚的积累。你60、70岁才开始想这些问题，很多东西已经追不回来了。人这一辈子，前半生为别人活，后半生该为自己活了。你已经为儿女付出了几十年，现在是时候把目光收回来，看看自己了。你值得一个有尊严的晚年，你值得一个不用看人脸色的晚年，你值得一个自由自在的晚年。而这一切都要靠你自己去争取，去准备，去经营。别等到走不动了才后悔，别等到钱花光了才心慌，别等到无家可归了才想起来应该给自己留条路。现在就行动，现在就开始。你未来的自己会感谢今天这个清醒的决定。手里有钱，身体健康，有自己的房子，有稳定的社交圈子，这4样东西就是你晚年最坚固的堡垒。有了它们，风再大，雨再猛，你都能稳稳当当地站在那里。靠天，不靠地，不靠儿女，靠你自己。这才是一个老人最大的体面，最大的底气，最大的智慧。记住一句话，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，靠自己最好。这不是悲观，不是冷漠，而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。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，才有资格和能力去爱别人。你自己都兜不住底了，怎么去做一个体面的老人？怎么去享受一个安稳的晚年呢？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这篇内容对你有启发，欢迎分享给你身边需要听到这些话的人。希望每一个即将步入老年的朋友都能趁早做好准备，给自己一个有底气的晚年。也希望每一个年轻人把这篇文章转给你的父母看看，不是让他们不依赖你，而是帮他们建立一种更健康的心态，让你们之间的关系更加轻松，更加纯粹。人到晚年，最大的幸福不是儿孙满堂，而是自己心里有底，有底气面对任何突发状况，有底气说走就走，有底气对自己的生活做主。这种幸福，只有提前准备好这4样东西的人才能真正拥有。愿你的晚年不必仰人鼻息，不必委曲求全，活得自在，活得从容，活得像你自己。